大于农贸市场的特斯拉事故，从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角度可以看出来，这辆 Model Y 是在碰撞后直接连续翻转了好多圈。首先还是祈祷这次事故不会造成人员离去。那从碰撞后这辆车的外观来看，除了前后和侧面的破损外，成员舱的结构依然是保持了很好的完整性，气囊都有弹出。即使是这种程度的碰撞，主副驾驶还是清醒状态，副驾驶还在操作手机打电话求助。更重要的是，车辆没有起火。再次想起了那起特斯拉滚下76米悬崖，车辆面目全非，车上4人都没事的事故。都知道特斯拉车身结构和被动安全做得好，但是没想到能够这么硬。至于这起事故的原因，据驾驶员的儿子表示是车辆自动加速，并且刹车失灵。当然，也有车友表示可能是误踩踏板。那具体结果大家还是等待官方给出明确的通报。大家也不要妄议猜测，不要攻击事故的受害者。还是提醒一下，无论如何，无论你在哪里，大家开车一定要千万要小心。今年特斯拉的车祸视频看了吧？连下午2点多，江西赣州市大禹县发生一起车祸，那辆特斯拉 Model Y 失控。从视频上看，这辆特斯拉连续翻滚10多次，车辆自燃受损非常严重，其车辆前保险杠不知所容，车顶几乎完全塌陷，已有后轮胎已经脱离轮毂并不知去向，引擎盖严重变形并隆起，前挡风玻璃完全破裂。但车辆没有解体，而且最重要的是前排安全气囊和4个车窗侧气帘均已弹开，车辆没有自燃，而且根据相关部门的通报车上女司机和副驾驶的男士只是受伤，没有生命危险，这与最近发生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吧。这再次说明车辆的驾驶过程中因人的技术习惯突发情况的原因，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只要车的安全性能到位，总归能避免一些让人遗憾的事情呢。所以我再次说，可以买新能源车，但不要买新品牌的前几批新能源车，不要荡枪白鼠，不要买那些花里胡哨功能的车，抛开贪权贪供了，不就是智商税吗？特斯拉实际一次又一次碰撞事故当中，跟他做了多少的免费安全广告？这次江西赣州大禹县一辆特斯拉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翻滚10来圈，最后落地，驾驶员跟乘客都只是受轻伤，乘客甚至还可以开门自己下车。ABC 柱只是轻微的变形，还没有着火。反观我们国产新势力，一撞就着火。最后用的配件既不是博士的，也不是自己的，甚至受害家属还要受到网暴。国内500万以内最好的 MPV 一撞 ABC 柱全部消失，车内啥都没有了，只剩冰箱、彩电、大沙发。买车重要的就是安全，买车为自己还有为自己家人安全，首先要保证你坐在车内安全。事故谁都无法预知，万一来了出现事故，你还可以从车里面自己开门自己下车。我喜欢特斯拉的原因就是它够硬够安全，真正1700兆瓦，不是像那些1500加1500等于3000兆瓦的，可是人家还天天断 ABC。 做修车呢讲实话，为什么我那么抵触我们国产有一些品牌的车子？今天我简单和大家去聊聊或许有很多人都不敢去说，但是我呢一定要去说，不说我难受。第一点，吹牛，我觉得吹牛，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夸大吹牛，因为你要去推广你的产品嘛，营销嘛，我觉得这个属于正常的，但是要有个度。第二点就是让我最接受不了的，我们某一些国产品牌，当它发生问题的时候，或者发生自燃，从来不会第一时间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公关团队比谁都厉害，他们第一时间会下架别人的视频，除非这个事情实在是包不住了，在整个互联网上发酵起来了，然后他们再想办法，或者用钱去解决。对比起传统的合资的，我觉得合资有一点要比我们国产要强，强在哪里？他们从来不会去下架你的视频，我觉得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国产去学习的。有的时候确实我们需要去正视一下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每一次一发生问题的时候，或者发生自燃的时候，或者发生客户去投诉的时候，你们能不能第一时间去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我觉得但凡是个车子，甭管什么品牌，我觉得都会有问题的。我觉得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不妥善解决，我们只会下架别人的视频。我知道说出这样的言论有很多人不开心也不喜欢听，但是又能怎样了？这样的话总要有人去说，今天
我就站在这个池塘边上，简单和大家唠唠啊。我就知道每个月的第一天，我只要一说汽车的投诉排行榜，一定会有人上来怼啊，人家销量高，自然投诉量高。好，我今天继续的把这个销量投诉比向您做一个展示。什么叫销量投诉比排行榜，知道吧？就是每销掉多少辆，有多少车投诉是以万来计算单位的。来，我们今天继续打开中汽联下属的车质网的这个投诉排行榜。注意，今天的投诉排行榜是叫投诉销量比排行榜，也就是看到了每万辆有多少个投诉的我看今天能不能堵住你们的嘴，因为它没有月排行榜，只有从年头开始算。2024年以来，投诉排行榜这个数字越小，说明投诉量越小，就是1万个里头只有 3.6。 这是谁的？特斯拉 Model Y 排行第一，排行第二的是特斯拉的 Model 3，万分之 5.3， 也就是说1万辆卖出1万辆有 5.3 个投诉的。排行第三的是红旗 EQ-M5， 投诉比是万分之 5.3。 第四名是问界 M9， 每万辆每卖出1万辆 5.6 个投诉。第五名丰田的 BZ3每卖出1万辆投诉 6.1 个，这是前5名。我们再来看看最后几名，它排的是前50名我们看看后10名是怎么排的。第40名元 Plus， 每卖出1万辆有 90.2 个投诉，人家前都是个位数哦，这儿已经到了10位数了41银河 L7， 每卖出1万辆有 164.3 个投诉的。然后42秦 Plus， 卖1万辆车有 241.9 个投诉的。排行第43比亚迪的宋 Pro 新能源，每卖出1万辆 246.9 个投诉的。44宋 Plus 新能源，每卖出1万辆 261.4 个投诉的。第45银河 L6， 每卖出1万辆有 288.4 个投诉的。第46比亚迪海豹，每卖出1万辆有 410.5 个投诉的。47比亚迪唐新能源，每卖出1万辆有 471.3 个投诉的。第48比亚迪汉，每卖出1万辆有 584.4 个投诉的。第49比亚迪驱逐舰05，每卖出1万辆有 867.3 个投诉的。排名末尾的是第50名五菱星光，每卖出1万辆有 958.3 个投诉的。好，人家投诉的是个位数，到了您这儿呢都是百位数了，而且看到了这都是哪些品牌。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怎么排您家呢都排最后。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又回过头来有人讲，哎呀，再看看那个总数排行榜，你甭排，怎么排都是这样给你们看一段录像，这是我昨天晚上从乐山回成都的时候，瓢泼大雨，我自己都看不清路。我开的是一辆特斯拉的 Model X， 我让它完全的自动驾驶，开得很稳，比我开的还稳。后来有一段10多公里的拥堵路段，半个小时的堵车的路段，也是让它自己驾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常使用自动驾驶这个功能，我是自动驾驶功能的深度的使用者。虽然这还只是循线的辅助驾驶，但是真的是大大的减少了我的驾驶的疲劳度。我上高速以后，几乎90%的时间都是让汽车自动驾驶。我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好像网上我看那些经常用自动驾驶功能的，大多都是特斯拉的车主，其他品牌的车主好像很少有经常用自动驾驶功能的。其实很多品牌现在好像都有这个功能了，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他们的汽车也有自动驾驶功能，但是他们从来都不敢用。我都问过他们，他们好像用过1、2次，觉得害怕，这个体验也不是很好，不敢用。我认为无人驾驶在今年就有可能会爆发，彻底爆发。马斯克昨天宣布了，将会在今年的8月8号的时候推出特斯拉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我猜想大概率在这个时间之前，特斯拉的 FSD 完全的无人驾驶正式版本也会推出，而且收费。这是扭转现在特斯拉不利局面的一张王牌。或许特斯拉的基本面也会因此而改变，因为无人驾驶软件就是个印钞机，也是以后各个汽车厂商竞争的最大方向。但凡有实力的汽车主机厂，都会把无人驾驶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拽在自己手里，而在这个领域，在这个方向，肯定也会跑出10倍成长的公司。普拉多不是不香吗？网上都在喷普拉多不好，
但是我到现场看普拉多的人还是特别多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而且据我了解，好像普拉多在线下的专营店还是需要加价去买的，甚至可能还需要加5万、10万，而且排队可能要排1年半载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人们传说中的这个网上没赢过，线下没输过呢？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这么多人围着呢？普拉多不是不香吗？懂车的都会买日系，折腾一圈，日系才是最终选择。为什么？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合资车系是德系和日系，美系除了特斯拉和韩系在国内不入流了，连看都别看。德系主要是大众和 BBA， 德系为了追求动力，发动机机舱温度高，后期养车成本高。为什么建议买日系呢？日系车配置机设不假，没有沙发、彩电、大冰箱，就是4个轮子、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加一个车壳子。但是打开日系车的发动机舱就明白了，日系车在耐用度上绝对不会偷工减料，机舱内部连接处能用铝合金的，绝对不会用橡胶件，这就避免了后期的漏油漏水问题。再就是日系车发动机基本采用全铝发动机，发动机舱内部供的温度机老化的慢。日本车结构简单，日系车的水管油管直接就是卡骨，很多德系车非得用塑料或者橡胶龙头，里面放 U 型圈密封。干汽修的都知道，日本车换东西简单明了，配件到处都是，后期维修成本也低。德系和日系的优缺点都很明显，德系是动力好、底盘稳、隔音好，1年跑1万公里以内的放心买。日系车除了本田、丰田、日产的家用车，动力一般，开着肉得慌。看自己的个人需求，合资车德系、日系都不差。网友们怎么看呢？我感觉啊，像这个比亚迪刀片电池啊，就是一次性电池，厂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让咱们去维修这个电池。到万不得已的话，这种电池坏了之后，你就直接更换就完事了，不要单独的去维修了。维修的话太麻烦了，而且拆完之后，你看这个电池，有的它就是腐蚀的比较严重了，再装上的话，用着也不是特别好。我建议大家呢，家里边有这款车的朋友，你能装一个电池的护板，装一个电池护板，把这个电池保护好了。不出现磕碰，不出现进水的话，用个5、6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一定要保护好这个电池。比亚迪的车因为自燃失速，经常被许多保险公司拒保。现在比亚迪有了自己的保险公司了。原来即将破产倒闭的易安保险被比亚迪100%全资接管，以后比亚迪车主可以直接去比亚迪保险公司买保险了。很多人说这好像是一个重大利好，我告诉你想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割韭菜，留着根，等你长出一茬再来割。你以为买了比亚迪的车就是贪了便宜了？我告诉你，就是被割了韭菜，割完你再让你买比亚迪的保险，有没有毛病？嘎嘎一嘎子。卡罗拉在网上被喷成这样，为啥3月份还卖了15000台呢？又创历史新高哦！这是网络上啥也不是啊，确实没输过。接下来带你看看什么人在买卡罗拉，什么人又在喷卡罗拉。买卡罗拉的人，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奢华，他们就是工薪阶层。你以为他们没去看那些豪华的10万加电动汽车吗？错了，他们肯定对比了。对比一下之后呢，他们发现有些功能真是没啥用，什么大屏幕、车位语音控制、大金创。我一个上班的没时间去享受，还是整个皮实耐用、保养便宜的全球车型吧。最后买了卡罗拉。那有什么人在喷卡罗拉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没有开过卡罗拉，要么连那10多万都拿不出来，要么贷款买一个好车哦，自己默默在承受呢。收上卡罗拉，自己也还款时候很难受的稀里哗啦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就是纯纯的日系小喷子，啥也不懂，17丰田就知道后边那个丰田呀，不知道他爷爷辈分的17呀，那真是仇人呐。你愿不愿意看？不愿意看滚！这次的北京车展，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伙儿说，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差的一次北京车展了，没有之一啊！如果你再这么搞的话，你就不要再搞了，你就都扔给上海，不要搞什么1年北京1年上海，你就都给上海、都给广州、都给成都就可以了啊！来，我从北京车展回来好多天了啊，这次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差啊。第一个呢，车展本身的感受差；第二个，我也想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就是这次车展我们看到的国内汽车市场的一些非常非常乱，包括我们的汽车舆论非常乱的一种现象啊。咱们先说车展，从一开始的材料审核这一块，我们和我同事一个公司的申请采访证用的是同一套材料，结果我就能申请过，我的同事他就没申请过，这很迷，对不对？材料都是一样的呀。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你这么大的一个车展，你外展区得有那个氛围组吧，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到广州、上海、成都，你看那个外面大展区有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展位，包括什么零配件的展位，最起码还有一些什么电视台、电台的转播车，对吧？在外面停着。北京车展
至少我去的南登陆厅没有这东西，就一大片空场地，除了有一个在那个南登陆厅上面有一个小米的广告，能看出来这还是个车展，剩下的一点氛围这都没有的。那你就更不要说什么一些便民的导视系统了，这几乎就是没有的。你进入到场馆之后，展台和展台之间品牌方自己的规划，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很好的。可是各位厅与厅之间的连接厅，它也是有展位的呀。可是各位，你看一看那个对面就是工作人员的休息区，工作人员也挺累的，我们也理解他，对不对？包括那些礼仪的站台，对不对？那就把那个高跟鞋一脱，就搁那晾脚，就那一块。我不是说不让他们休息，你可以是外面的连接厅，那是没有展的情况之下。可是你这里头在有展，对面就是展台的情况之下，我的天，那么一大块空地，然后就变成一个大的休息区了，这放羊了。吃饭一个大棚子，里面什么样都有，甚至在大棚子当中都有抽烟的。这北京控烟控的不是很严吗？怎么在车展就能搞成这个样子？最可气的是什么？那天我们媒体日首日的下午的5点钟，我在仰望的展台在那儿拍摄，这个时候确实下班了就出来一队保镖还是保安场馆的，打头的是个东北人非常非常横着说：“出去，下班了下班了都别拍了，出去，开始下班了。”就这态度。还有那么老多外国的这个媒体在那儿，你就这么说话，我的天，你是地痞流氓、黑社会还是怎么着？就是给这北京车展整个的人都让那东北保安头子给脸都丢尽了。我说实话，我也是一个东北人，当我看到我的东北的这个老乡就还是拿东北那套最地痞的方式去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北京车展组委会找到保安组的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就是这车展办的，我说实话，哎呦，没法讲，这真是没法讲了。就是我们在广州、在上海、在成都，你能够看到南方的车展，它的组委会组织方，它是一种服务性，对不对？我是服务办展，无论是对参展商还是对来看展的人。在北京不是，我就这样，你愿不愿意展？你愿不愿意看？不愿意看滚，就这种感觉，真的就给我们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北京车展真的，如果要是再这么搞的话，说实话，你就都扔给上海就得了，你不要再办了。我下集跟大伙来说一说这次北京车展舆论包括车展现场的一些怪现象这乱套了。昨天我录了一段视频，说的是隐藏式门把手，大家都说得太好了，真的是不吐不快。确实，这是底线的问题，没有什么退步的可能。底线我们必须要坚守。如果您关注大陆朝东，无外乎平时是吃吃喝喝而风花雪月，我也不想招谁，不想惹谁，但是呢，底线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今天再说一个关于这个也是电池车上的一个配置，叫智能驾驶很多厂家都说我不是造车企业，我是科技公司。你还真的就不是造车企业，因为没有哪项技术，尤其是跟那个汽车越核心的技术都不是你的，你就是一个搞瓷儿机的，这说的是实话。那你既然叫科技公司，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今天我们就本着科学的态度来探讨智能驾驶。大洋彼岸马斯克那块 FSD 出来了，已经在北美市场可以给北美市场的一些车主免费使用1个月，也就是说他完成了最严苛的测试和审查，到了 R4、R5 的一个级别，这几乎我们可以认为它像人脑一样的会思考然后会学习，达到了无人驾驶的程度。来，摸着良心说，比得了吗？比不了，比不了，你吹什么牛？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不知道那边已经甩你好多条街了，你是科学家的失职。如果你知道，你还在这儿吹，你就是有其他想法。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智能驾驶系统是什么级别？成熟吗？来，摸着良心说，不成熟。不成熟，你为什么要给我们装上？我前2天试驾了一台车，我就用它自己的智能导航，然后用的是智能驾驶系统，结果它自己不认自己。我的那个道路标线非常的清晰，丁字路口的红灯，它居然不减速，它直接就敢上。我幸亏是一个老司机，我真的不建议如果你车上有智能驾驶系统，慎用，是吧？没成熟，没成熟，你为什么要装上？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噱头嘛。
还是说你要用我们平时这些错误的操作遇到的各种危险的场景来积累经验或者是数据？这能叫智能驾驶系统吗？如果这叫智能的话，你就是把我们当二傻子了。对不起，雷总，我不太同意小米是中国4大硬核科技公司之一。事情是这样的，雷总在某博上转发了一篇媒体文章，然后一批大 V 就开始转发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大 V 带着中国4大硬核科技公司的话题，我们先不讨论小米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中国硬核科技公司的名单之上。我看了原文里大概讲的是，中国现在有一批硬核科技公司，他们是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小米等，所以应该不止4家硬核科技公司。这个4大中国硬核科技公司首先就是错的，它应该不止4个。然后我认为评价一家公司是不是中国硬核科技公司，它首先得有一条标准。那么我个人给这条标准下的定义是，在主营业务上能在世界上干到排名第一，并且拥有核心技术的公司。第一个呢，肯定又是华为，没有任何疑问了。华为在通信领域里说的是多年世界第一，在4G、5G 里的专利也是排名世界第一。另外，华为的手机业务也是曾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只是很可惜被老美盯上了制裁断控芯片。但是在华为和其他合作伙伴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是发布了首款搭载国产7纳米的5G 手机。第二家硬核科技公司，我认为是比亚迪。新能源车的销量里，比亚迪排名世界第一；动力电池里，比亚迪排名世界第二。第3家硬核科技公司，我认为是大疆科技。大疆是世界民用无人机领域的当之无愧的王者，属于是那种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第2名的公司。第4家公司，我认为是宁德时代，世界排名第1的动力电池公司。小米SU7的顶配版本搭载的就是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那么以衡量华为、比亚迪、大疆、宁德时代这些企业的标准来衡量小米，很难说小米的硬核科技程度能接近那4位真重量级选手。如果真的有中国4大硬核科技公司的话，那么就应该是华为、比亚迪、大疆科技和宁德时代。这4家公司里有3家都和新能源车有着直接的关系。